穿越非洲从开始到现在花了多少钱？西非到底危不危险？你们为什么要穿越非洲啊？就凭你们两个和翻译搞出来的？你们没有背后的团队吗？你们这一路上有没有人帮你们 ？Hello， 大家好，我是耀阳，我是纳兰。22000公里，7个月，我们的穿越非洲上半段终于结束了。我们从北非的摩洛哥到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冈比亚、几内亚比绍、几内亚，再到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科特迪瓦、加纳多哥、贝宁，终于结束了。对，有很多人对我们穿越非洲这个行程有一些问题，比如我们花了多少钱呀？比如西非到底危不危险呢？我们为什么要穿越非洲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第一个，西非到底危不危险？整体来说，西非是具有一定危险的。比如像我们刚一进冈比亚的时候，就被了30多个青壮年围起来了。让我们给他们钱 ，Open the door，Open the door，Give me money。哇，那一次真的是非常的吓人。还有第二个风险，道路风险。因为在西非很多路上。没有什么路，没有网络，没有信号，甚至没有旅店，没有地儿吃饭。我们也没有补给车，我们也没有装备车，同时我们的汽车在西非也没有卖的，对，也就意味着没有配件不能坏。风险比较大，而且那个路很多的深坑，我们的车呢没有任何配件，然后呢在这种地方我们要开得非常的小心，所以导致整个路程就开得非常的漫长。因为在这儿很多的我们已知的经验和方式是行不通的。对，特别是我们为了拍摄一些有意思的内容和我们感兴趣的话题，然后我们深入了比较深的，比如像农村啊，还有一些地区，本身这地区就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对，因为当地的情况比较复杂，比如有一次纳兰开车，一个很细的一个小林间小道，对，两边都是树啊，突然出了10几个大汉，有一个人坐在一个椅子上，旁边一些人都拿着刀，指着我们的汽车，停车，直接就说停车，不许走了，停车，就横在了我们汽车面前。这个时候是非常的危险，所以岳阳一直跟我说，他说不要停，直接开过去。我说一掌油门到底，赶紧冲过去，因为我知道只要我们停了，后果不堪想象。还有我们在去利比里亚的路上，我们去拍摄了血钻，大概有3天的时间前往利比里亚，它只通摩托车，没有汽车，这条路没有汽车走，也就是我们的汽车比它的路还要宽，所以它的未知风险是非常的大，而且我们自己还有大桥，还要过水坑，然后没有人带路 ，GPS 还不好使。对，我们下载了地图，地图是白色的，一片白，然后我们就见人就问，所有的人，这我要去这儿，您看是不是对的？你要去这儿是不是对的？逢人就问，有的人会英语，有的人不会，就是赶上运气好的，他会英语。他告诉我们，对，就是这条路，对，就是永远告诉我们就是这条路。但是我们走的感觉，这地狱之路啊，看不见头，有的时候看不到路，对，然后就怎么都感觉这不像汽车走的路，因为中间被轮胎压过的只有一条线，一看就是摩托车嘛，对吧？汽车走摩托车的路是非常辛苦的，而且两边看不到路的话，很有可能扎胎啊。在这种地方，一旦你的车要坏了，打比方脱底了，或者轴断了，或者胎爆了，你是不是得下车修？一旦你在修车的过程中来几个人，兄弟们想过后果吗？还有，一旦确定车坏了，比如轴断了，车胎坏了，或者是反正车不能走了，这个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要骑辆摩托车去找一个修车师傅把它拉过来，这是正常的思维，是吧？因为这时候你叫不了救援，没有保险公司，不能拖车，跟外界失去了联系。但是如果我们坐摩托车去找一个修车，等回来的时候，很有可能你这车的零件也被卸光了。还有一个就是，你没有发现我们遇到过很多次，走着走着没有路了。原有在地图上显示的路，要不然一条河，要不然桥断了，要不然船消失了，或者突然前面出现一个深坑，反正你是过不去，这时候怎么办呢？所以我们遇到的问题都是未知的，都是风险比较大的。就一旦你稍有不慎，然后你有可能就会遇到各种各样让你无法解决的这种困难。所以有很多我们一路走过来的朋友跟我们说，你们一直都走在运气上。我希望我们接下来下半段的行程还能继承我们上半段的好运气。问题不怕出现，希望我们的运气能伴随着我们一直能解
决这些问题。对，除了危险以外，还有很多的困难，在加剧这些危险对你的精神的摧残。对，什么？比如第一个过关，通常过关都不会很顺利。对，少则的话呢，可能就是一些钱解决问题，要点钱。多则的话，可能就是难为你，要么就是扣车，要不然就是让你叫原路返回。原路返回，这都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对，我们经常有开几天过来，完了到这儿不让走，跟我们说原路返回的时候，除了过关以外，他当地的警察的拦截也会给你的精神造成无限的压力，因为它实在是太密了。在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几内亚比绍。我告诉大家，真的感觉1公里、2公里一个炮楼，1公里、2公里一个炮楼，而且几内亚比绍在你刚入关的时候，你就体会到了这个国家的不一样。第4个，很多人关心我们穿越非洲从开始到现在花了多少钱？这个我没有算过，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已经。对啊，按说来讲，老百姓的生活应该是很便宜的，对吧？但是我们这趟穿越非洲，我们看到的是天堂与地狱2极分化的非常的严重。对，普通老百姓他们生活是很简单的，对，他们的需求很简单，花费就会很低。比如他们吃土豆，洋葱，这些东西都很便宜，对，非常的便宜。香蕉、芒果这种盛产的水果就会非常的便宜。但是我们毕竟是外国人，你没有蔬菜，我们的需求比他们大，是吧？对，第一个我们需求汽车用的东西，他们没有，他们都是摩托车，对，所以摩托车便宜，汽车就贵。第二个，由于我们开的是辆外国汽车，而且只有1辆车，没有装备车，我们就不能让它坏甚至丢，对吧？所以我们在住酒店的时候就得选，得有停车场的，得有那个保安的，保安的。我们一路的酒店都很贵，基本上都在$100左右一天，上下可能大家真的啊，越是这种贫穷的地方，稍微有一点要求，它的酒店就非常的贵。酒店很贵，我们吃的饭也很贵，所以整体下来的成本极高。然后大概的话，你算了一下，大概有多少花费？从拖车到欧洲上税，然后买保险，再坐轮渡到北非，然后一路啊，除了保养配件以外，还会有加油，汽油。然后还有这个我们的住宿、吃饭、翻译的住宿费用、吃饭，我们的签证，对，还有过关汽车所需的 license passing，包括翻译所需要的这个手续的钱，还有汽车它自己有一个签证，上路许可，一直到今天，再加上意外发生的不在我们意想之中的一些额外的花销，还有当地人要的这个钱和我们一些拍摄的费用。现在我们大概预估，我们现在为这趟行程所支出的花销已经超过200万。有人问，你们花这么多钱，这又这么危险，你们为什么要穿越非洲啊？干这事儿干嘛？首先我觉得这是杨很早以前就有的一个梦，是我的一个梦想。因为我比较喜欢旅游，而且比较喜欢小众旅游，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旅行的感受。而在旅行里，我偏爱自驾，而在自驾的路上啊，我们去查，我自己也查，安全的国家、发达国家，我们2个大部分都走完了。对，欧美澳新加，我们基本都走完了。而更多的是，我想探秘非洲，探秘古老的文明，开着我们的中国汽车，走在神奇的非洲大陆上，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中国的科技。行不行？我们的中国人精神行不行？非洲到底有什么鲜为人知的文化和故事？这是我想干这个事儿的初衷。在整个的过程中，我们2个一直也在讲，这是必须趁年轻才可以做的一件事情。这个啊，真的啊，就很多人说你们这是西天取经，9981难，真的是对心智、精神的一种磨练。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稍微的。我们松懈一些，可能就已经达到恢复了。失败了，真的。因为这个里面不光是我们刚刚有说的那些问题、那些的困难，更多的还有疾病。在西非，我们在生活中已经见到很多人因为疟疾而去世。如果你一旦走在了没有人烟的一些地方，一旦你疟疾了，没有医疗，你面临的是什么？其实，在穿越非洲的过程中，我们也成长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原来呢，我们得病就会看医院，但是在非洲很多的时候，你不能随便去医院。比如我，
哎，我们就去医院。结果非洲的医院，无论它的方式方法，还是它的医疗设施，还是它用药剂量，和我们中国人的身体可能不是很搭，就造成了治疗越治越重的这种情况，甚至我，身体上都出现了一些排斥反应。后来他在得疟疾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学着扎针，自己给自己扎针。我们自己扎针还比去医院更加安全，更靠谱一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旅行的路上会学一些平时我们在家里用不到的技能，这也是我们成长。还有一点困难的是，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说就是一个穿越者，我们还是一个自媒体，我们还需要找内容，完了验证内容、拍摄内容、剪辑内容、制作内容。这个剪辑制作基本上占到时间的一半，就是现在我们7个多月了，我有3个月的时间是在剪辑，所以这个花大量的时间，所以大家看我有白头发了都，我们在这儿喝的水也掉头发，掉了很严重，完了熬夜，完了这个用脑过度啊，急火攻心，所以就病了，啊。也有人问过我们说，你们这一路上有没有人帮你们？有没有？我觉得我们走不到这里。对，我们的华人华侨，我们的中国同胞，在这一路上真的有帮助过我们，非常热情。比如在毛里塔尼亚的谢总，在谢总那里过生日，我过生日的时候，我只是随口说了一声，我说我要出去买个蛋糕。谢总说，你为什么要买蛋糕？因为我说今天是我的生日。结果我回来的时候，一大桌的菜，有龙虾，有螃蟹，然后我当时我就好感动，好想哭。对，这是我的第一个在海外的生日。第二个，这个几内亚的大林姐，那个时候我们俩已经心力交瘁，身心疲惫，从几内亚比绍的首都比绍，全程12天，我们没有吃过中餐，没有住过什么像样的地方，经常在老乡家里就对付一宿，走的路都不能想象，经常就遇到各种各样的劫车和过关的麻烦，情绪已经到了顶点，崩溃。我们第一次见大林姐的时候，吃到中餐，我在想哭的劲都有了，眼泪都下来了。12天呀，没有正经八经的吃过饭，没有躺在一个正常的床上睡过觉，这个折磨真的是很大。所以大林姐当时看到我们的时候，她也很激动。当天晚上我们就一起在用餐，然后呢，她就给我们讲述了她的故事，还给我们介绍这个中国的修车厂，然后朱总给我们去检查我们的车辆，非常的热情啊，还请我们喝茶，然后送我们刹车油。这个真的是对于我们穿越非洲来说，汽车就是我们的腿。对，如果它坏了，我们哪儿都去不了。还有在科特迪瓦的赵总、徐总，他们帮助了我们很多啊。徐总在生活中也是很照顾我们，然后也是第一次教我们怎么样去打针，怎么样去用。对，然后我们的打针是徐总教的。对，然后我们就觉得好温暖。真的是一路过来啊，很多的华人来去帮助我们，共同的完成2个人1辆车单车穿越非洲的这个壮举。真的说，如果我们侥幸能够完成这个，真的是不是我们2个人的功劳，而是背后有很多的中国人共同支持完成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很多人问我们说，你们搞这么大阵仗，又是找蚁族，又是找血钻，还有烫脚舞啊，阵仗很大。就凭你们2个和翻译搞出来的，你们没有背后的团队吗？那在这里给大家揭秘一下啊。第一个，我们发布是在国内，是因为我有个小助理，我的小助理呢，他是河南人，他有时候在北京，有时候在河南，我制作好的影片，全部都是在非洲各个地方我们剪辑完成，一个长的，一个短的，我传回去，这样的所有的显示 IP 就是他所发布的 IP， 但是所有的内容都是耀阳一个人制作的，没有任何的团队，没有任何人的加入。对，西非现在已经结束了，对，我们马上就要进入下半段穿越非洲的一个过程了。明天我们就要坐飞机前往一个神秘的地点，你们猜猜到底是哪儿？